你吃过沙登真正的老味道吗？这些店很多人从小吃到现在，不特别显眼，也不太会被注意，但他们陪伴很多沙登人一天又一天。開咗幾十年喎，四姊妹20多年，30多年，30年了，40年了，40年咯。，10多年了。这边有吃不完的款面，吃不完的烧腊。有些味道是习惯，也是记忆。哇，贪心啊，这个人。今天我们在沙登找这些留下来的老味道，先從這家開始。你們是客家釀料啊，對對對。安迪做多少年了40年咯，第一代我發明嘅，我仔係第二代咯。然後你們是有用豬肉？沒有豬肉不是客家人。對。早上10點開始咯，然後下午4點啦，賣完就收哦。謝謝。呢度好多客人咯，誒，全部客家人。全部客家人咯。係裝嘅啲咧，算問啊乜豆豆嘅，拆計用票褲，拆計生肉，拆計主角餸，每頭唔同型格嘅。啊，種嘢就係要好似流酸嚟咁醃嘅。哦，係嘅，試到中國啊嚇。可看你，不是很酸。来试试看这个客家酿料啊，先喝它的湯啊，好足料啊，我們試試看。有冇嗰條ABC 湯帶一點酸菜的鹹香味，再加上有肉的鮮味，它是 ABCD 一樣雞湯。好個菜絲，就是味道很豐富的一個湯，它有用黃豆，所以它有那個豆香氣在背後，跟tomato酸酸解膩。豬肉是蟹嘛，然後湯是的入味。有用吊片啊？有冇用吊片？有那個後面那個香氣有那啊，個有一隻吊片，香梅。比較傳統味的。啊，傳統味頭客家生個數碼會太舊，喺擺就變成計嚟嘅食落去，哎呦用牙婆梅頭喎，結果係食到牙婆梅頭嘅炸肉。帶雜的那滷炸肉。原來你爸爸進的有那個味道。哇，有爸爸的味道，就是那種很清爽的豬腳醋的香氣，好喝不膩的豬腳醋，它肉比較冇入味哦。飲到雞串後，雞串有啲後出糧嘅。多謝。啊！揸佢條海毛，絲豆碌毛。食唔落去咯。客家人真的好客，我會越來越怕遇到客家商家。什麼都要塞一點給你吃，也不怕你吃不飽。你看起來是餓了幾天的孤魂野鬼。真的很好客。如果係問你，你有講客家話冇？我你有講啊。它味道有點像糯米雞的味道，就沒有太複雜的調味，簡單的雞味跟那個薑香氣在那一邊。像肉質來講，我覺得沒有到黃跟燜法的問題吧，味道是獨特的。炸豆腐，它的形狀到味道都很特別，特地把那個豆腐掀出來，然後才都把它爆，感覺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外層脆脆，豆腐淡淡的清香，炸薯條，味道吃起來有點像魚麥，它的外皮也是很香很香，然後餡來講就是有豬肉跟魚肉，炸起來它是剛剛好乾香乾香，它的矮瓜會很香，它真的是有辦法做到外層一層焦香，裡面炸軟了，但是它不會吸油。是你小時候的矮瓜嗎？不是，不是，它比我小時候吃的矮瓜還要好吃。是辣椒，甜甜的辣椒，雞蛋也可以釀。麥雞都可以用，就係炒糕唔得用。這個是上網看的，它的味道有點像那個茶葉蛋一樣，蛋黃的味道比較重，配上香脆的釀料嘛，味道搭配起來是不錯的。比較推薦它的豬腳醋跟炸釀料是不錯的，有來到新竹可以來試看看。全部幾多時候講請你食啦。冇，做生意唔得，唔係我入50噶啦。照計咯。係啊，係一樣計。一碗就6溝半。OK。呢個我俾半份就10溝半份咯。10溝20溝咯。哦，10溝10溝。釀豆腐我計你10溝，計件一件2溝1。2溝1，謝謝你們 ，Thank you，拜拜。大家buka。啊，cuti。沒有辦法，有些店沒有開，所以我們去下一家啦。有咩啊，boy？咩好食啊？我唔知道，你問到我就唔會答啊。通常賣咩多？斬住燒肉雞試下先，下班你再食叉燒鴨。跟住你介紹嘅。今年第26年啦，但係阿爸做咗就唔知啦，搬咗幾個地方。叫地址嚟睇啊，8九頭年啦。就是阿爸的祖父賣的，就是阿爸第2代。多了50多年了。色當什麼多啊？除了板面多，沒有啊，燒臘店也很多，而且我發現到他們這一邊都蠻喜歡用炸蔥。我們就來試試看，到底淋上炸蔥的這一些燒臘會是什麼味道。
它肉来讲是很扎实的，但是它就没有到很滑嫩了。点缀之笔就是他们的炸葱，炸到的味道是特别香的，就是炸到厚度有，香气有。然后是干干脆脆的那种。应该是他们在选葱本身的品种都是选好一点的品种，所以它才会有这样的香气。葱油淋在上面哦，所以变成那个烧鸡就直接提升了一个香气哦。我们就是用那个泰国的小葱，如果你用别的葱，它就只有甜，可是它不香。试看它的烧肉。它是稍微的咸了一点点，很传统的，带一点点炭香气的，香香脆脆，这是小时候的味道。这个是烟底木，是比较少有看到这样子的，都是给生，它都有烟。对，好吃啊这个。解腻。它就是酸酸，蛮开胃的。它的味道有点接近什么？它就接近那个肉干的香气了。重点是它的皮不是硬的。它选的肉也是肥瘦适中。这一家的叉烧是推荐的，传统的一个炭香气，很足的炭香气。鸡饭我就觉得比较普普啦，葱姜蒜那些都还不是很够，所以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比较平淡一点点。刚刚老板娘有聊天一下，早期其实他们也是偏向油饭的，很多人现在会更注重健康。如果做的太油的话，很多客人可能就想说健康上的考量，他们就比较不会去吃这种油饭了。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文化，所以像老板娘讲的，也并不想说一定是最好吃。这介绍的很好吃，我自己也是觉得好像有点过不去。我们走访新村都是吃大家小时候吃过的味道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拍摄这个老字号老味道的意义。吃了这一间烧腊对吗？我再带你去找下一家烧腊。这边有吃不完的款面，吃不完的烧腊。哦，年了哦，丰富到现在有哦。这以前是爸爸妈妈他们在做，没有哥哥啊，跟哥哥学了，然后做很多年了。看35、6、7年。我们全部用火炭来烧的，现在就到我的孩子接手了。好啊，有接。哦，几年我们都想退休了。你看起来还年轻啊。哦，我那个上次生病一阵子呢，是啊，不然以前就很惯的，肺也感染了。以前啊，没有想要做那么多那个，如果以前就可以了，早上10点多做到晚上11点就可以了。肯定你要结婚，你来我。谢了啊。如果要烧肉，那现在9点半这样啊，到下午差不多3点多这样，2个礼拜7天。我是看他的烧腊很诱人啊，所以我就特地跑来了这一家。它的鸡饭是偏向于油饭比较多，就是说它的油香气比较重，这样它的咖喱跟姜就会稍微的比它压下去，整体来讲还是很香很香的。是看它的叉烧。叉烧来讲切的比较厚实，整口的是满满的叉烧。它的酱汁来讲，我觉得是有点偏向于可能南乳味道稍微比较重，加上炭香味，跟我们一般吃到的叉烧可能味道有点稍微的不一样。肉质来讲，它是肥瘦相间，南乳叉烧蛮不错的，有点倾向于南乳味比较浓的一个叉烧，取决于你是不是比较喜欢这种南乳口味的叉烧。它的烧鸡哦，很厉害的是它的皮啊，那层皮哦是脆脆的，有点像你在9喜吃的那个烧鸡。我好奇的是它有没有炸了先，然后再拿去烧过一轮，这个我给大家确认一下。它的皮还有炭香味，就很像你在吃那种北京烤鸭的那种脆脆的皮。烧鸡的鸡肉也是滑滑的。它的烧鸡大腿，那个烧鸡你杀了再烧对吗？试看它的一个鸭。它很加分的是，你咬下去的时候它是有油脂的，就不是那种干干柴柴的鸭肉，你会吃到那个鸭肉的香气，同时间它又有油脂在分泌啊。透透的鸭菜汤，给我们等到它的烧肉新鲜出炉了。放进嘴巴的时候，它的皮是像跟萝卜那样脆脆 crispy。它中间那层来讲呢，它不至于到那种很 juicy 很软嫩的，但是它是属于你吃得到肉的质感，不会是那种很干很柴的烧肉。它底下这个腌制，你一吃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稍微有点咸，但是这些不咸你就不好吃。所以它整体来讲，它调配到也是刚刚好。刀鸡我觉得是必点了。Berapa? 4 Thank you， 谢谢你老板。去下一家烧腊店。有什么出名？卖完了啊，烧肉 ，OK。第2是叉烧咯，叉烧 OK。第3是鸡马盖。这样你帮我沾叉烧烧肉，还有鸡马盖，全部自己烧的是吗？自己烧。跟人家学了还是自己研究？那时候我跟人家做工样哦。我开了20多年了，10点啊，开到4点。这个是玻璃叉烧，跟刚才那个是不一样啊，这个是比较硬一点的。所以玻璃叉烧是用到比较那个肉比较软的。看着看着叫着又叫了好多，这是看它的饭跟。饭的香气啊，好像有用到板的，配上那个葱油的香味，再配上那些咖喱，再加一点斑斓这样的香气啊，又是不同风味的一个鸡饭。试看它的叉烧先，
没有错，就是满汁叉烧了。该老板娘这个是满汁叉烧，肉的质感是很好的，就是它是肥瘦相间的，就是你吃起来它不是那种很柴的，带点油脂在中间这样。美中不足是它有一层是过胶芝麻鸡，这一个的口味就带甜口，芝麻在上面就多了一点香气，它就有点像是小孩子做满月那种包装盒的一个有配一只鸡这样的那种比较带甜口的鸡。烧肉来讲，它的皮就没有到很脆皮这样子，好是它不会太咸。肉质方面来讲，它是比较juicy一点点，它烧鸡是属于软嫩的，不会干干柴，皮就没有做到焦脆焦香这样子啦。但整体吃下来，我觉得这家也是 OK 的。OK， 吃完烧腊了，我们再去吃板面。这边有点小斜坡。Sini pukul berapa buka sampai pukul berapa? Sini 8.30, 2.30 tertutup. Tadi ada malam pukul 6 sampai pukul 9. Setiap hari ada. Setiap hari ada buka lah. Dia panggil apa? 一碗汤来。哦，这家店啊，我上网看资料，它是有大概一个40年的历史啊。我看到也是蛮多人介绍这个东阳板面的，所以我们就来试这个东阳板面。东阳的转酸，然后它那个尾劲的辣，它是葱头的辣。汤头来讲，我觉得它的鲜味再提升一点点，这样这个会更加好吃，更加上瘾。板面是捏到比较厚身了，不至于到太滑或者太有咬劲了。我觉得如果它的咬劲再提升一点，它会更好吃。肉碎是有炒过是吗？它的肉碎就比较香。然后我发现到这边的板面，他们的料也是给到蛮足一下的，给的料是黑木耳、肉碎，它也是配这个马尼菜，比较传统的一个板面做法。你以为板面这家就完了吗？我们再去下一家。这个虾面是冰城学的，是吗？师傅是槟城的师傅教的，1986到现在啦。啊，40年了。那时候我19、20岁，都是这样。试这个虾面，然后我们也是特地叫面的板面啦。哇，它的汤头好香哦，它的整个汤头吃起来就是很鲜甜，鲜虾味很够。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辣度刚刚好，板面算这是压的比较薄的，算滑口的，可以直接吃得到很香的汤头啊。取决于你喜欢压的薄薄的，还是说你喜欢那种比较有厚度的、有嚼劲。它这个就属于比较薄、比较滑，就没有太多的咬劲，所以是取决于你喜欢哪一种口感啊。这个虾面里面还有给海虾，放的很多，而且老板是讲他们用的是生根酱海虾。小肉上面有炸葱嘛，然后吃下去就有葱油香，蛮不错的。该老板讲他们自己炸的，有给鸡肉，有给翁菜跟豆芽，还有鸡蛋。这碗虾面来讲，我觉得是它的料给到很足。去点到2点，星期3、9岁。沙登姐面可以吃，可以的，10多20年了了。好多年咗，你哋呢度？我哋新村里開咗幾10年啦，4姊妹嘅。哦，4姊妹嘅。這個沙登姐妹釀豆腐啊，也是蓋峰介紹的。試看它的豆腐，好大一片啊，這個豆腐。白豆腐是很大片的，面料方面我觉得稍微小片了一点点，可是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吃白豆腐为主，豆腐的香气是蛮够的，汤也是蛮清甜的，比较鲜的一个汤，只是不知道有没有用到鲜鱼。汤很像矮瓜是炸到很香的，面料也是弹牙一点点的口感，是蛮不错的。美中不足是它有点细油，有炸过的苦瓜都是蛮好吃的，只是它太油。它的豆腐皮是炸到很香的，馅料是蛮不错的，赢在它的口感，做到很弹牙。稍微美中不足，我觉得它这一次它炸到的是比较流了。为什么展哥演那个苦瓜没有了？不是不要人讲我的苦瓜，苦瓜呢？几点开到几点啊？这边10点到4点半，每天都有。星期3、9。谢谢你。谢谢。什么是有旗？就是那外面个，虾饼里面放这个三巴，算这是你们这边的特色。对，好像没有看过。没有看过。这里开了大概13、14年，都是卖这些小吃经济面。都是卖这些。这边有一个叫有旗妹，不同。那个我妹妹。这一家它的名字叫油池佬，客家话讲呢。有气。所以试试看啊，到底是什么味道。嘴巴刚刚咬的时候，你上面它那一层就是香脆的那种虾饼的味道，到中间那一层三巴好香，就是那种大葱辣椒三巴，然后它不会很辣。再往下的时候，你就会吃到它一点点沙哥的，带着层次，有虾饼味，有虾哥，一直虾哥。不要再虾哥，我知道了，什么是油脂的就叫虾哥。虾饼加沙哥，虾哥叫不出它的名字哦。它里面用的料是丁木香肠，然后它有上mayonnaise，有点像那个 salad 饼。地瓜球，我相信它的番薯是有掺了一点淀粉，所以我觉得它淀粉比例可能高了一点点，番薯的香味就没有这样突出。中间的年糕是带点甜味的。
很健康的巴黎。对，很适合现在大口大口的。如果大家也喜欢看我们类似这样子的老味道系列啊，记得 subscribe 我们。所以试了这个油吃，我们去下一站。有什么口味啊？一薯薯， OK， 这个红豆，这个蒜梅，这个柠檬，一杯一杯啊 OK， 掺在一起。84年到现在，所以是爸爸妈妈他们开始，我是第2代了。你们都会比较水一点是吗？住在比较远的，我就给干一点的，他们对。如果在这边，他就比较有水一点的啊。我们来试一下沙登的摇摇冰，我们从班纳瓦兰的摇摇冰吃到了沙登的摇摇冰。这一边的口味就是这4个口味了：柠檬、酸梅、红豆跟加工，所以我们就 mix 了。酸梅很特别哦，是 orange 色的，我们的是白色的。哇，又跟那边的酸梅又不一样。这个是含柑柑的那种。对，它的酸梅的味道比较接近含柑柑，根本就是含柑柑。它 lemon 有点像雷水的。很适合大热天这样喝。呀，吃到饱了这样喝一下好解腻。你知道他们在一起像什么？像 ice cream 哦。现在你在吃 ABC。想要来喝 ABC 的摇摇冰，就要点红豆掺加贡。但它的口感喝起来是比较水的，可是我觉得水的其实喝起来味道会比较浓。哇，它加贡很香。因为冰太冷的时候你喝不出味道了。喜欢甜的还是喜欢酸的？哇，贪心啊这个人。我们试了古早味的摇摇冰，我们现在去吃比较 modern 的冰。就是我们做的话是差不多30多年。之前你们是939，老家那边还是有。哦，两边都有但了。是不是按照我们2个，哦，是按照我们弟弟露天采系嘛。OK， 所以就有了这个沙登新城差不多没有了的时候是啊，他们就割塑胶咯，就转去农业对不对？那些人没有了割塑胶，他们就种杨桃咯，打曼那种全部是种杨桃，政府要收回嘛，收回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是做鞋子，所以这个就是沙登的历史。明白。11点开到差不多整7点啊，有时候我们会到9点半的。OK， 谢谢你。传统 ABC 的那种粗一点的刨冰，老板来讲，它是用白糖跟哈密瓜这样子熬成那个糖浆，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清清爽爽的，不会太甜。我们讲西米露，多数都是配哈密瓜嘛，变成你在吃这个 ABC 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冰沙版的西米露。整体吃起来我觉得是蛮清凉、蛮消暑的。大热天就是要来吃冰。它有一个缺点是把冰有点难。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据称有100多年历史了的猪肉罗夹，这我是叫猪肉罗夹的，特别是不是？我也不懂，我们去看看。多少年了啊？这里以前县旁边卖的。猪头皮就是头猪心，他们讲罗家它是应该是猪杂，很特别啊，是这，外面你有看过啊？刚才老板有介绍说，是以前他公公开时，他们就是这样子在卖的。它就是一个牙签，插着黄瓜，插着猪肉，插着卤蛋这样子，他们就腌出来一个小吃这样。我们就来试试看了，到底什么是猪杂罗夹。他刚刚给的是有猪舌、猪心、豆粕、夹饼、黄瓜，还有一个卤蛋。夹饼第一口的感觉就是有点像黑贼饼的味道，焦香这样的。虽然是讲这种猪杂，但是它很好吃，你吃下去它不会讲猪骚味，口感来讲是属于好像你在吃猪肉这样子，然后带一点点清香的卤汁味道。猪肉都很入味，脆口的软骨口感，蛮特别的一个小吃。最重要是你能不能先接受这个猪杂，如果是可以接受，我觉得这个是不妨一试的。试看看他们以前传统的吃法，最简单的没有蘸酱。再看它像什么？你要给一些 tips 啊，鬼子係乜嘢咩？你吃一串一串的东西，有给低温的，还有给个豆瓣的。哦，沙爹。我觉得还没有蘸酱的会更好吃，更加吃得出那个卤香味。就下一张。这面呢是什么鱼啊？这个细胞跟动物鱼。我妈妈是现在有机器，以前用手工给它吃的啊，跟吃力哦。早上7点来到我这师傅。早期他是妈妈在永平的时候就有开始卖了，然后老板就把这个手艺带过来了，是吧？这一个清汤的话，我们刚刚点的是米粉面，它有给3粒鸡蛋，还有一个炸鱼蛋，2片的腐皮菜。如果没有喝错，它带一点点冬菜的香气，然后不会过咸，味道是刚刚好。鱼蛋你吃下去它是很鲜的鱼香味，带点弹牙这样子啊。腐皮就中规中矩了，稍微的油了一点点，味道口感还是 OK 的。炸过了就多了一个油香味了，但是它厉害的是还吃得出鱼的香气啊。如果这个有批发的话，其实拿回去煮是蛮不错的，因为蛮新鲜的。半kg 20，1 kg 39。老板是讲他分2天做1轮的。
什么是多人点啊？叉烧跟上油，菜包是3个哈奶。那你给我豆沙、叉烧、菜包跟奶油，是你们手工做的是手吗？工包了，所以我们这边早上做17年，17年了。 1点半就有包了啦，到5点。休息是拜几啊？拜1、拜2这样啊。OK，现在我们来试一下沙登的包包，我们也是选了4粒的包包，先试看它这个奶黄包。比较吃不出那个奶油的香气，跟预期中的有点落差了。因为我以为它是一个很香很香的奶油味，可是它是加工的味道，我是可以接受了。因为你刚刚吃到那个加工的颗粒在里面。这个菜包的味道是 OK 的，它味道香气是有的，很浓的虾米香气在那一边。口感来讲也是比较硬身，就是你可以吃到它有沙哥的沙的口感，但是说稍微还硬身了一点点，再熟透一点你会更好吃。这个红豆包来讲，它是稍微甜口了一点点，然后香气是有了，够甜，但是取决于你喜欢甜还是喜欢传统的那种手炒的味道。它这个叉烧包啊，你第一口咬下去，它的味道很像什么？很像芙蓉烧包的那种内馅，它是偏咸口的，然后它也是偏炭香味的。刚刚我们一撕开它的叉烧包是很香的。这样4个包吃下来，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是它的叉烧包。黑色老鼠粉吃得多，我们现在来吃一个白色老鼠粉。有個白色嘅老鼠粉啊！你俾我一份4㗎啦，一路嚟都係賣白色嘅老鼠粉啊！我來咯，翻嚟啲人係咁樣賣。from 老闆的一個 chefing 的這個 idea。哦，就是羽雞的啦，那種感覺啦。很多年了，對嗎？你們30年了。30年了。看起來它像2樣東西，一是像瓦蛋殼，第二是像豆腐羹，試試看什麼味道啊？底质是有点像比较浓郁的瓦蛋壳，它香米的味道渗进去的时候就多了那个鲜味提升。刚刚有问到梁姐这边的吃法是，除了原味这样子吃，你可以再配这个黑醋，这我们试试看呢。黑色不一定是黑酱油，只要黑醋也可以是黑。后面好像有吃到它可能有放一点奶水哦，它的虾米是真的很加稳，刚好有一堆比较多的，一吃下去哇，它那个脆脆香香啊，哇，好好吃啊那个味道。试看它另外一个招牌也是蛮多人推荐的，蛮大片的啊，切到看起来蛮爽的。沙登离不开炸酸，另外一个是离不开南乳，它外面就是有点马麦这样的酱汁，里面就是南乳炸肉，吃得出里面是有肉的油脂、肉的鲜甜，不会讲说吃到很干很柴。吃下去还是软软嫩嫩的。整体这一间是不错吃的，我觉得可以来试试看。像你的 MVP 是谁嘞？像蛇档我们会选的 MVP 是烧鸡，它的烧鸡真的是蛮惊艳到的。蛇档的老味道我们就到这一边，这样大家的家乡是在哪里？有什么老味道是一定要尝的？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个老地方见。